看看这一把什么阵容，快手继续搬大乔，不放。哎，点教这个大乔搬的今天是很精髓的。伊斯大的话是朵利亚，快手搬了一手太乙，拆了一个苏朗香的阵容。 然后伊斯大是放了鲁班大师，他搬了一个阿古朵，那快手这边就看他懂不懂了。我看他懂不懂。现在蓝色方你这么放的话，接鲁班大师是不好打的。一般来说会直接拿什么杨玉环啊之类的。我那天跟大黄就昨天讨论出了一种方法。你们双黄组合？哎，对，就是这个方法，就是在外面有鲁大、有老虎、有杨玉环等一系列英雄的时候，优先级蓝色方到底在哪个上面？ 然后后面想了想，老虎好像是优解。如果拿杨玉环的话，那伊斯大这边就是一个鲁班大师加老虎，你不如直接把老虎给拿了，然后你后面再去配英雄，因为游走上能配的其实很多。然后射手上面就是一个敖影和狄仁杰，快手的话他用过狄仁杰了，那这把就是一个敖影。而且 BP 这么坐着的话，红色方很有可能3楼的位置就不会先去拿鲁班7号了。天空和大海，守护你的回忆。司空震是哦不是，孙策这个点的话是配合。 打一手控制，打一个先手的，然后发一路上一个敖影。看伊斯大第3楼，其实鲁班7号不是很好接了。这把鲁班7号是不好接的。马超，他后面可以看看能不能直接接手戈亚，来手戈亚，然后让鲁班大师作为一个开端点去打，解放他一下。但戈亚大概率要吃班。马超加大司命。 用马超去后期戳一下这个敖影，然后大司命这个点的话，我感觉他其实刷起来是不如老虎那么快的。这把快手发育会挺快的，得看中路上的一个博弈了，谁能拿到一个更优势的阵容。外面中单上有能出优势的点的话，快手这里有火舞还没用，还有一手嬴政。伊斯大的话也是有一个嬴政在的，都是那种抢先快的英雄，但是火舞和沈梦溪都用过了，那就是嫦娥，有可能会变成快手拿一手。 火舞，然后伊斯大这边要么是个海月，要么是个嫦娥的一个阵容。快手把狄仁杰也搬掉了，还搬了一个王昭君。伊斯大是搬了墨子，搬了甄姬。那快手的游走上还有杨玉环和廉颇。西施也处理掉了。我突然觉得这个阵容有点熟悉啊！昨天第2季打1季的第1小局。哦，扁鹊搬了。就扁鹊搬得好。 扁鹊加鲁大，那下路打敖影还是可以的。那现在伊斯大看要不要接这首歌呀？这样打的话，正常就出鲁班7号了，因为对面已经有一个孙策在的话，鲁班大师这里配合打反手，你孙策只要一波开端没开好，鲁班7号扫起来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这样下路双人组是有压制力的。快手的话，他只能考虑配一手杨玉环了，打一打拉扯和消耗。然后伊斯大他中路留了这个 counter 位，会让快手这边火舞不太敢出。 你这种火舞如果一拿，伊斯大、海月和嫦娥都可以用。放在外面的中路选的比较多。来手女娲，来，如果是来女娲的话，那伊斯大这边中单可以来一手嬴政。云想衣裳花想容。杨玉环也来了。春风拂槛。杨玉环游走，常规打辅组合。嬴政的话，其实这个版本黎明之息是有一定的削弱，对嬴政有一点影响，因为他现在就是。 首次命中才有减速，这种持续的长手的消耗阵容，它的减速效果没有之前版本那么强。还是嬴政独尊，手长对手长。这把哦，换周瑜了，这是想去压老虎节奏的。但这个不一定能压住哦。对啊，周瑜。如果压不住的话，可能关键是你用了周瑜之后。 是有点拼的，你前期但凡压不住这个老虎，你到后期你跟快手这个阵容打，你会发现手很短，会一直被快手打拉扯消耗。马超也不好进场，最终还是求稳了，选了一手嬴政，就是我还是要用拉扯去跟你这个阵容去对拼一下。锁了，不能把宝全压在鲁班7号身上，你得靠后期得有一个点能跟女娲、杨玉环这边打拉扯的，那只能靠嬴政。这把快手前期能有什么小动作吗？因为今天看下来的话。 一整个大场全部都是常规开局。这把快手的话，让老虎发育就行，让老虎疯狂跑图，就中上拿小资源来回跑，然后有资源就吃。金羽这局只要打出经济压制来，伊斯大挺难受的。现在老虎真的是一个T0打野，
打野中的3幻神。是的。今天这一场还有一个幻神，白起还没出。白起不算幻神啊，不算幻神吗？不在你的幻神行列里吗？幻神只有老虎、马超和镜，而且镜也得看选手。在不同的人当中，这个镜的杀伤力是不一样的。对。现在对局已经来到了苏州快手的赛点局，2比1。在第2轮的首次交手过程当中，当时的苏州快手是3比2战胜了武汉 E-Star Pro， 而且在当时那一大场的第5小局，苏州快手还打破了自己在春季赛的单局最短的时长记录9分50秒。而今天的话，整体的状态来看，苏州快手3局1局比1局的手感更热，而且在上一局12分钟半就结束掉了比赛。看看这把武汉 E-Star Pro 拿到了鲁班父子组合，能不能在正面扛住压力，而且要看看他们怎么去止住金宇这一手裴擒虎。前面的话，嬴政加大司命这里还是有一定强度在的，但是到了中期龙团的时候就不好说了。4分钟龙团可以拼一下，那波很关键。如果没拼过的话，那这局E-Star肯定是要抗压了。没有拼过的话，这个前中期整体老虎的刷野速度会比这个大司命要快很多。老虎会一下子起飞那波龙团。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4局交手，蓝色方苏州快手，红色方武汉 E-Star Pro。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家好，我是黄超。中左草，先打以后，现在互相赶人位置。两边的打野都是选择了中开，但是看金宇的这个动向，直接要选择对方的一个山豪开，换山豪，互换。小楼拿到了这组山豪。等一下，嬴政这个站位要不要打一波？好像是他打了金宇一波，因为他2级，老虎就1级，追着点，追着老虎跑。那老虎这边刷野速率是被嬴政干扰了一下。上路这里马超打孙策还是挺舒服的。再加上他们嬴政有线权，先一步过来支援，这赤甲想拿的话有点难，斩杀线对快手会高一点，可以利用这个赤甲不断的拉扯去尝试耗对面状态，然后让马超继续拿线权，拖时间。但是中路已经交汇了，那前期应该是要选择让两边的中路都放线，先把对方路资源全部拿干净。孙策是已经被压了，E-Star中路可以后清，直接给大司命。对的。下路鲁班7号的话就要稍微抗压了。是的。对线是有点打不过，这个赤甲也是给到了苏州快手。接下来就要看E-Star 4分钟龙团的处理了。如果不去遏制一下这个裴擒虎的话，可能前期前10分钟都会比较被动。只能等4分钟鲁班大师去想办法。鲁班大师想办法去蹲一下老虎节奏，然后去反开。如果打得好的话，是能够遏制一下的。看这个资源分配的话，那前期应该是直接让嬴政全部放线了，就打边线支援。中路资源全部给到了大司命，对，接链子要养大司命的。给普攻，女娲直接3键落地，鲁班7号这里背后逼了一个闪现，背弓一梭子扫在了女娲身上，压制力很强啊。3个人全部都残血了，但 E-Star 也是用了4个人过来压。3分钟不到啊，两边的对抗和摩擦就非常的频繁。但这波4分钟龙团，女娲和鲁班7号都没有闪现。第一时间不会有，过一会儿就有。摩擦一会儿。摩擦一会儿就有了。女娲船上帮孙策拿空间之灵。现在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老虎他的一个刷野速度了。7级，对，大司命现在才6级，对位经济差已经拉开了小500块钱。马上老虎吃一波上线，然后再传到中，还能再吃一波中线。而 E-Star 很显然的，在2分钟过后，他开始选择了做了 B 站，还是在给小楼这里尽可能的提速。对的，这波 E-Star 抱团是清了个中，然后金宇传过来，跟流浪说一下，这个残血兵等我一起共享。资源收益最大化，然后就是去控E-Star的小野，进野区看你小野刷新。这个点的话，孙策还可以尝试断波线，只有马超一个人。对，嬴政
夹角过来支援，扫了一套青羽，孙策的船。船被挡了，但是有个闪现还行。但是4分钟龙团孙策没有船哦。那这波伊斯塔后面抢完中下可以主动一点。而且鲁班大师已经赶到中路来，杨玉环大招逼了杨玉环大招了。矩阵卡了一手。龙团上伊斯塔可以去 run 一下。孙策没大，马上随时可以支援。马上支援过来就可以直接打。但是敖影已经把下路这个兵线给清完了，河道主动权又来到了拉扯了一波，拉扯了一波的话，那中线再交汇，快手这个时候是可以把中线抢到的。杨玉环没有去抢线，他在卡河道视野。那这样的话，等嬴政和马超有时间，等一下大司命过来就一起吃了。下路的话有大招，但是被先交闪现，很稳，大招捏着不放。老虎想要去偷红，大司命也在红区，是看到了。孙策想过去帮，但这个时候被马超戳的有些难受，状态掉了。但是红 buff 还是被老虎一个城给打掉。那整体苏州快手还是赚。对，这波拉扯下来的话，打野也是挺肥的。这条龙伊斯塔不能再慢了。嬴政要扫，想要尝试消耗一下这个残血的杨玉环。龙打完了，不过上路被压了，中路线也快被女娲清掉，下路线也要被敖影清掉了。那这波打完龙之后做不了事情。好像几波置换，这个开始看着伊斯塔还不错，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苏州快手赚到了。对，因为第一时间打得不够果断，第一时间不果断了之后，被快手拉扯到了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阶段，伊斯塔就被动起来了。你本来孙策没大招，伊斯塔人又齐全，线也处理好了，可以去尝试逼一下。但是在抢中轴的时候，鲁班大师这里拉的是个有大的杨玉环，他那波思路也挺清晰的，就是想跟杨玉环逼大招，互逼大招。上路老虎配合孙策继续压，现在已经有点压不住这老虎节奏了。孙策开船了，这波只是威慑一下。对，这波只是把马超赶走，然后快速断线。打的就是一个不断跑图的速率，然后正面快手做一个拉扯。但是6分钟啊，看似没有人头的爆发，但是上路对抗路外塔已经全部拔掉了。要转移阵地了，开始压下。哎，这波阿泽有大招，但是大司命一技能越了过去，被矩阵卡了一手，嬴政的大招也没有办法追击到。被女娲拆火了，给个沙嘴炮没中。而且我看到嬴政这把好穷啊，出的全是小剑。因为他这把一直在做一个节奏上的对抗，他本身就是要让钱给大司命的，在这套阵容里面。否则的话，大司命会在中期跟裴金虎差很多。是的。这个待遇直接开船过来，找到大司命丢船打一套2v2，两边的中路也都在支援的路上。点到为止。现在伊斯塔就要做个选择题了，我到底是尝试上去开团，还是说我就跟你正面去拖发育、拖鲁班起好？挺难开的，他开团只能是鲁班大师灵性一点，就藏一波视野去预判老虎和孙策这里的一个动向，预判老虎、孙策动向，提前做一个埋伏，然后让马超去慢一手，然后做一个反开，才能有机会去抓到这个老虎。你不然的话是挺难抓的。上路2打1，孙策明显是在引诱伊斯塔的人去打进攻。是的，那这波鲁班大师的一个意图在后面，快手就会有防范了。哎，马超没走啊，他可能想做一个传送，传到下路去。但是正好被孙策老虎抓到了。那这样的话，这个中轴有点守不住了。看嬴政大招还没好，也被打回家了。那这个中塔有点守不住，只有鲁班超一个。这塔只能给了。而且杨玉环已经在侧翼给压力了，孙策还从野区包夹了过来。孙策没过来给压力，孙策没过来给压力的话，那这个中塔还是没比掉。他的目标是想要去带上线。对，他想在自己单线上继续给压力。刚刚这波本来是上路2打1，然后青羽这里想要等队友支援，勾引一下伊斯塔。阿泽的位置有大招，这波可以拉，哎，空了，规避了一下，还走掉了。哇，这波好可惜啊！来看妖刀这个伤害，有大招，没有能够偷掉嬴政，差一点，嬴政闪现躲了女娲的那一发伤害，各种闪现极限走位。刚才那一波一针没留住阿泽，真的是一件很伤的事情。因为杨玉环他的一个大招是在鲁班大师没交大的时候先被逼出来的，
那后面鲁班大师这个后手大招，你配合闪现过去拉杨玉环是稳拉的呀。啊，这一波是裴擒虎进了草丛，坦然在视野范围之外，他没有看到这个老虎，大意了。他先给了一手假视野，让对手以为他往野区和中轴赶了。金宇他卡那个位置就是为了等你马超想要去做传送传下吃钱的那个想法，只要你站位靠前就可以直接扑出去打的。蓝草，杨玉环2技能晕到鲁班7号，孙策这里直接跟了一套伤害，配合女娲大招，鲁班7号倒了。孙策也死了，做了一个1换1。然后阿泽这里还在持续压身位，这个蓝 buff 苏州快手有机会可以顺利控下来，大司命过不来了，被矩阵卡的寸步难行。这一波蓝草的提前埋伏，然后阿泽杨玉环的提前2技能预判定身动手，配合上爆发，环环相扣。这把快手吃钱的点还挺多的，老虎的经济起的不是很快，只有一个1000的优势。那后面E-Star只要把马超的经济补上来的话，还是有点机会的。马超现在6300，对，虽然说他那一路一直被压，但经济是没落下的，一直在补。他现在换了个人体型，继续偷红。那正面10分钟的龙团，看E-Star怎么选择。鲁班大师想上去逼技能，杨玉环很稳，你不交大我不交大。现在杨玉环和女娲2个人就是开始组队了。对，等一下阿泽状态不是很好了，马超想绕红被老虎发现了。孙策不管不顾，先去过中线，这个龙然后再开船过来，极限血量。阿泽状态不是很好，手里还有大招，给个新招，大招进去给伤害，配合女娲落地，也过来强杀鲁班7号上去，小楼这里也倒了，鲁班7号还有大司命全部倒下，正面马超也没了，孙策再完成了一波击杀，那正面只剩下1个人，上路有限，女娲锋芒毕露。哇，这波是一个游走带头冲锋去切对面 C 位，因为知道他上一波把一个鲁班7号闪现打出来过，这个时候亮宇的闪现还没好，有提前亮。这一波团战打了E-Star一个猝不及防，而且E-Star刚刚想的是，我先在龙坑这个河道草里，我跟你逼一下位置。他先做消耗嘛，对，因为发现把这个杨玉环他状态耗的有点低，但是把杨玉环状态耗低之后，就后面没人管他了，没有后续了，感觉阿泽像锁血了一样，就没人管他，都在打龙。然后这个时候阿泽一个新招，然后一个大招挤进来，配合女娲空降。一个矩阵推了2个，就这么把鲁班7号给杀掉了。E-Star 我这儿还在跟你试探之间，苏州快手已经起了杀心，下了杀手。对，然后到后面的话，敖影和老虎进行打收割的时候，E-Star也没有什么招架的能力了。最后这个团战打成了3波战场，被逐个击破。这个团战的处理上，快手还是打得更细致一点啊。E-Star估计在那一瞬间想法特别多。又想着保人打，又想着去把这个龙直接 ra 掉。但是快手好像只有一个思路，对，就是先牵你 C 位。对，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鲁班7号身上。然后E-Star一开始还目标集火，想要打这个杨玉环，后面突然忘了，又想打龙了。打完龙吧，哎，这个团战好像能接，然后一下看到所有人都怼着鲁班7号的面门来了。有嬴政在，这个龙兵还是可以清掉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中立生物还有地图的资源视野，E-Star都拿不到。哇，这杨玉环，这个高地E-Star是守不了了，完全守不了，直接踩链子，鲁班7号后撤。他现在不敢在正前方逗留，怕被这个矩阵给硬留。这把这个阿泽的杨玉环玩得非常非常的灵动，很凶啊。杨玉环的出装也是先把不祥穿在了身上，因为对面是马超，对面有马超，老虎这边也做的不祥。先挂减速，哎呦，这里亮宇的闪现直接被逼了出来，闪现3火魂打了上去，有大招。被控了一下。青羽能走，队友过来接了，女娲也是落地给个拆火，但是这里很敢追。青羽还没有交闪，交了一手冰甲，趁机 A 一下。5000经济差，现在鲁班7号的装备9600块，3件半，先把2个防装的小件给做出来。反正不好活呀。马超经济还不够啊，现在就是E-Star太穷了，马超
和嬴政的经济比较低，他们现在只有等这俩经济补上来，团战才有一战之力。现在是嬴政马超经济没完全上来之前，跟快手打正面碰撞打不过。对。 主要是他们一直在逆风防守，所以也顾不上什么资源分配了。刚刚也给到流浪女娲这把的数据，伤害占比快要接近40%了。是的。现在还有个问题，伊斯大正面留不住人，因为正面这里很容易被留。杨玉环视野给的很好，杨玉环还有位置压的也很好。哎，孙策来，跟女娲打配合，女娲也来了，这一波有一个护盾。闪现被鲁班大师大招给逼了一下。 但打了一个出其不意，相信刚刚亮宇心里应该是咯噔一下，吓了一跳，因为他这波也是没闪的，差点被青羽抓到了。但青羽他这个装备，因为他只有2件数值装，就一个暗影战斧加个碎银锤，没有破军，所以伤害上还是差一点。打野是个培金虎嘛，所以他还是补一点容错。刚才想法上确实还是挺到位的，因为他想跟女娲的一个大招做配合。流浪也是给的很到位。等一下，坦然有一个苍穹顶了一波。 但是这样的话，3线被持续压住了。坦然应该是刚刚想去过一波线的，矩阵卡一波3火打在鲁班大师身上。快手集结所有人的力量，这一波想要压中上，下路是有一波超级兵的压力给到的。青蓉侧翼被逼了一个闪现，嬴政一丝血，小蝼蚁卡在正前方，2技能拦一下，用1技能往后撤了，还是尽可能的拖一拖时间，正面不敢久留，不敢硬拼。 这把伊斯大守的还是挺到位的，马上马超就要被拖到神装了。末世已经做出来了，鲁班7号还差最后一件不降。现在发育路射手人均2件防装，打对面阵容确实要2件防装才能活下来，好活一点只能说。然后嬴政这里提升空间还有。 说了半天只是好活一点，活不活的还不知道。因为他守在家里面打是比较好活，他出去打的话，对面进场切他角度太多了。各个草丛都得先探明白，不然亮宇有点不敢往前迈。下一波青蓉得小心一点。孙策闪现马上好，然后青蓉闪现是在一个冷却的，看看青羽他会不会利用这个闪现开下嬴政。青蓉已经换了一个 CD 血，现在 CD 血的后期减超人技能 CD 变快了。对。 现在96秒，挺高的。是的，等 CD 转好再换回来。正面持续给火力压制，就用女娲的矩阵压对面状态。但是伊萨现在不敢贸然开团，大招再轰一下，给波消耗，小罗这有点忍不了了，防御塔已经被清掉了，然后嬴政大招反锁，鲁班大师正面已经倒了，扛不太住。 看坦然，马超想要去追击这个残血的培金虎，不敢深入。孙策传来，撞谁？撞到了嬴政。这一波青蓉闪现是有的，但是血量太残了，这把人压在了血泉里面。哎，但是鲁班7号这个闪现过去给了一发被动，把人给收掉了。老虎倒了，小罗完成了一波2连击破。这一波武汉伊萨 Pro 守住了，打了一波2换4。 刚才快手的话是想顺着兵线乘胜追击，把人全压到泉水里打一波的，但是在防守过程里面，亮宇这鲁班7号的火力是拉满了。第一时间，苏州快手的火力值全部集火在了嬴政，对，太想去收青蓉了，对，想收青蓉这个点，导致于他们的站位离伊斯大的一个泉水太近了。看一下这波回放，传来丢的是嬴政，但侧翼你看鲁班7号站在了水晶后方。 一直在扫，且战且退，然后闪现过来，他给了个2闪接一缩，然后再来清这个龙兵，又让伊斯大守下来了。然后嬴政这里装备也是补了一个帽子出来，再往后拖，等嬴政神装，那伊斯大的阵容就好起来了。这把嬴政的出装透骨面具、行兵之息加日暮和帽子4件套。 快手要去过上满图了，而且他现在要规避一下这个暗影暴君的 buff。快手只要稳着运兵线就行了，可以一直稳着运兵线，然后等一个风暴龙王的刷新。毕竟他们阵容到后面去打一个兵线运营，伊斯大是比较难去抓他们的。反倒是快手他这里如果一个人去带线，然后孙策和女娲2个人女娲留个传送，孙策留个大招，是可以做到一个随时支援的。
全图支援。对，但伊斯塔如果是想要去抓一个带边的话，得需要鲁班大师切一手奔狼文章。还真没说，苏州快手这把的阵容机动性非常高，一个有船，一个可以变龙，还有一个随时落地支援，还有一个老虎人虎形态。杨玉环这里这把阿泽给视野给的又特别好，有一个大招的机动性、灵活性，给容错，想拉，但是杨玉环第一个大招出来，大招交了，马超状态掉了，被女娲的矩阵给卡残了。伊斯塔要先过一下下线，把孙策大招给逼出来了，想鲁班大师断一下闪现挡船，嬴政大招也扫但是起来，孙策反手直接打， 3个全有个复部炸堆活，女娲大招给到了嬴政身上，妖刀大招也被逼了出来，敖乙现在天上飞一会儿，嬴政状态不是很好落地想守鲁班7号，女娲这个一技能推的，鲁班7号倒了，但正面伊斯塔这里马超还有战力，配合大司命双收2个残血，马超完成了3连决胜还没有倒，一发普攻跟了过去，在草里蹲一会儿，有一个名刀司命还能再扛一下， 2枪回血，闪现2没留住，杨玉环的大招又好了，2打1，阿泽这里有点难走，小罗直接近身，减速挂上，再练到神户状态出发，走不了了，再斩无坚不摧大司命。这波小楼和坦然拉满了呀！马超3杀，妖刀的复活甲刚好像是不是换晚了？没换出来，流浪好像也没换出来。突如其来的一波团战，这条风暴龙王，伊斯塔可以稳稳控下了。拿完之后可以很大程度缓解一下自己兵线压力，而且现在鲁班7号以及马超2个核心点完全神装，还有一个嬴政。现在这个嬴政是苏州快手想要杀之而后快的，其实每一波他们都急火，先要想把青龙给秒掉。能守了这么多波，也是因为鲁班7号以及嬴政的清线能力。再加上大司命的经济是挺高的，拖起来了，对，他是有坦度去撑的。现在苏州快手要做的是先把这个风暴龙王的 buff 拖过去，不能硬拼了。他们要等下一波风暴龙王。对，伊斯塔可以借着这一波风暴龙王直接压上去，看看能不能把快手的高地给推了。一技能跳上去给波压力，先把外塔尽可能的拔掉，最大化利用这条风暴龙王。看金羽这个位置，上路应该是想要去断波线的，他不敢漏。这时候发现你去压下，那可以漏一下，清完就可以直接点回城。伊斯塔想包的话，已经包不过去了。嬴政直接开大，压状态，阿泽有点扛不太住了呀。这中下2路高地要被伊斯塔推掉了。杨玉环这里是没有魔抗的，所以有点顶不住这个嬴政的大招。看看伊斯塔能不能抓住这波机会。敖隐这个位置侧翼想要去偷人，找到了鲁班7号，一个链子踩了回去，再来一个闪现拉到了野区，然后把敖隐大人给逼出来了。这个位置状态没了，得回去。有护盾，嬴政扫了一下，把后有排机会点水晶这波。有风暴先锋进来了，要把被马超给戳死了。金羽落到了后排，想要去换一下，想要去止损断线，但是没能成功。坦然这里被裴金辉一口给咬死，金羽上想要去搏命，但这个龙兵怎么办？有复活，想要拖延一下时间。这边女娲一丝血还在卡这个龙兵，这个风暴先锋有点清不了，还好超级兵要刷新了，直接可以抢点。让我们恭喜武汉 E-Star Pro 2-2比分扳平。在第2轮的本赛季首次交手，2支队伍就打满，当时是苏州快手获胜。而在今天第